普明年1月20号就职，但这个时刻传出了一个消息，川普竟然邀请习近平参加他的就职典礼。那如果一般人来讲，这是好兄弟的表现呢、我今天就职，今天邀请我的好朋友来沾沾喜气，这是一个友善的表示。但真的了解外交说，那完全不对，因为一般来讲，总统的就职大典，各个国家派来的，要不然就是你的大使，要不然就是你的总统特使团，很少。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各个国家的总统会亲自与会。如果你今天川普要求习近平来，你是把他当塞海的吗？你是把他当成那个万邦来的藩邦吗？你难道是一个上对下要求习近平来朝贡吗？那如果我做了这个样要求，习近平你来还是不来呢？而且从这个动作你也可以看出来说，川普现在已经专心要对付中国，因为现在在中东已经透过以色列把这个地方给稳住了。现在在整个俄乌战场上面，当叙利亚整个变天之后，俄罗斯也算是断了一只手背，断了一只脚。现在他要作乱的空间也慢慢变小了。所以你现在慢慢处理完之后，很清楚的，我就是对付中国。所以你就看到川普上台，他第一个想看到的人就是习近平，第一个要谈判的对象就是习近平。但是问题是，他会端出怎么样的菜，端出怎样的压力给习近平呢？而习近平现在除了外患之外，内忧也非常可怕。我们看到在中部战区里面，他们有一个开会，这个开会以后，他们后面的背板把大家吓了一跳。这个背板吓了一跳，什么东西呢？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啊，不对啊！这几年来不都讲所谓的习和西吗？这2年不都讲所谓的定于一尊吗？所有的东西都要去讲究习思想吗？在这个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状况下，我怎么可能跟你搞一个集体领导？搞集体领导不就是要去削习近平的权吗？而且这不是只有中部战区哦，我们看这是解放军报。解放军报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它的8·1评论，也就是它的社论。这个解放军报的8·1评论，就跟你讲，带头坚持集体领导。现在这个集体领导已经在中国各个方方面面全部都端上台面，而这个方方面面端上台面，很明显的就是冲着习近平而来。难道习近平的权力真的已经开始动摇了吗？现在的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所谓的习和西，真的已经在慢慢瓦解之中吗？现在在共产党内敢挑战习近平的人，难道越来越多了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边在帮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哲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姚维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张宇轩。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吕一峰。大家好。好，待会儿呢，战略专家李能辉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所以4种刚才讲是，川普明年1月20号就职。就职的时候呢，他说我要邀请习近平来参加，我本来以为说那是一个友好的表示，兄弟来旁听啊，你说不是，这个第一个非常恶意，第二个就是川普真的已经准备好了，要全力的对付习近平，更不用讲习近平的内部居然在搞集体领导，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川普呢已经邀请这个习近平说，我1月20号就职典礼，请你来参加我的这个就职典礼。照理说，一般人听到就说，他要跟这个习近平打好关系吗？对啊，但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规矩，他说从1874年以来的规矩，他说我们美国总统的交接典礼只会邀请其他国家的大使还有外交人员参加，没有外国领导人参加。那你为什么要请习近平来参加呢？为什么？因为我要让习近平看着我上台了。然后紧接着我要跟你讨论一些事情，我是要优先处理跟你的关系。所以你说刚才讲了，川普还没就任，对，可是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当美国的总统了。是，现在已经传出来说，他一上任就有25个行政命令要去发布。没错，我已经急着，还有我急着干嘛？我急着要跟习近平见面，对，我急着要跟习近平谈判。有这么急吗？当然很急，为什么？因为跟习近平包括说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啦，还有很多问题都要跟他谈，而且呢，叫他来就是我叫你来的意思啦。你来，你不要再躲我，你赶快来跟我谈，因为你知道。因为目前他们今天不是通过电话了吗？问题是他都不敢，习近平中国方面都不敢说我有跟他通过电话嘛。好，所以显然中国是不认为我有跟你谈。好，现在我邀请你来了，你要跟我见面，我们就有谈的嘛。你到时候就不能说。那习近平去还是不去呢？而且我觉得习近平呢，可能还是要去吧，不能不去吧。人家都邀请你来，你敢不去吗？你不去的话，不是说碰他一个软钉子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接下来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外交怎么去办理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好，那你说更精彩是，现在在中国刚刚讲的，之前吴总就讲，你也曾经提过，过去已经很久没有讲的所谓的集体领导，对，现在在中国居然慢慢的浮上台面。这一段时间讲的都是定于一尊，这个讲的都是习核心、习思想。可是现在
你在所有的解放军报，你现在看到中部战区，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背板，都是集体领导。你也是学中国政策研究的，你说中国出大事了。我们简单来讲，我说中国你都要用一些征兆来看。好，这什么征兆呢？这是中部战区他们在开会，在开会的时候，你看他后面，你看他故意拍出这个照片，你看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什么意思呢？就不是核心啊。这个过去一段时间都是习核心、习思想，现在要集体领导，没有你定于一尊这样一个状况，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画面。好，那除了这个不寻常，他讲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大家集思广益，大家共同决定，不是人定于一尊，不是你个人说了算。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这个所谓经济观察报居然有一个报道说什么？李时就是中国一个经济学家估算，截至目前为止，未达中等收入标准的人数约莫9亿人，中等他们的标准是3000人民币一个月，有9亿人，这居然能够在中国的官媒出现了。对，那之前呢讲这件事情的人，去年呢，要么你只要一讲出来就被晋升，一讲出来被晋升。上一个讲说，我们中国大概有6亿人，不到月薪1000块人民币的那个人已经死了。李克强。对，所以我讲都不能讲了，现在都能讲，那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就是显然已经压不住了嘛，大家都已经有非常多怨言嘛，所以习近平的地位当然是有受到动摇的一个状况。而且你说这才是一个最关键的报道，这不是随便人写的，这是解放军报写的。解放军报是在2024年12月9号，刚刚讲的8·1评论带头坚持集体领导，而且你说。这里面的文章，这里面的讯息就是剑指习近平。没错，这是8·1评论，对不对？解放军报里面讲的，他就讲什么？他强调集体领导是中国党中央领导的最高的原则之一啊。好，那这里面来说，他的这个署名人叫做邵天江。那邵天江他这个文章不是乱写的哦，他用2个人出来讲，2个人出来讲什么？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毛泽东2个人把邓小平、毛泽东带出来，为什么呢？第一个是主要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在他说邓小平在中国八大1956年的八大做了说关于这个修党的这个章程报告，他说我们党内从长期以来有党集体而不是有个人决定的重大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所以他这样讲好，这是。邓小平说的哦，然后党的领导是党委的这个集体领导，而不是1个人、2个人的领导。不管是谁，都要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决策一定要由集体讨论，个人绝不能够凌驾于领导集权之上。这个人是谁？当然，现在当时指的是谁？可能指的是毛泽东啊，但是现在。他这是指的是他假用邓小平来讲话，讲一个人嘛，这个人是谁？习近平，当然习近平嘛。好，那于是最后敢讲这种话，对，然后后来呢？因为邓小平这样讲之后，毛泽东有没有说？毛泽东有，书记和委员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间平等的一员嘛。那你书记，你是总书记啊。所以我跟你讲，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就是大家群体的一员呐。他现在用2个人。用邓小平跟毛泽东端出这个历史文件，他要压谁？当然要压习近平嘛。所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8·1评论呢，这个跟习近平叫板的这个意味其实是相当明确的。而且你说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他在公开展示里面已经酝酿了2个月了。对，因为之前我们在11月1号的时候，他不是在国庆的这个晚会吗？国庆晚会刚刚讲有2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温家宝，一个是李瑞环。我听你讲我才懂，温家宝。改革开放，对，李瑞环就是集体领导，没错。好，我跟你讲，事实上我们知道今年的11招待会，我们当时就讲嘛，做了2个人很不寻常，一个是温家宝，一个是李瑞环嘛。中国虽然说没有，我们都是讨论过去的这个可能有当过中常委的来做这个位置，但是你旁边就是坐了他们2个，做了他们2个之后呢，这样，因为温家宝是什么？温家宝就是搞经济的，你现在就是可能要往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去走嘛，哈。那果然，你看他出现没多久之后，就开始什么这个扩大内需，一大堆政策出来，就是走他的路线嘛。另外一个就是李瑞环。宝莲为什么李瑞环很重要呢？因为李瑞环过去一段时间，他是中国党内非常著名的自由派。什么叫自由派？他以前是在江泽民的核心时代啊，他是江泽民的死对头。你知道江泽民每一次那种开这个所谓政治常委的时候，他常常是投反对票。他就说我们要集体领导，所以这个事情是什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是在14大中间的这个中常会决定的内容。因为那当时是胡锦涛第一次入场，当时的时候他写了这个东西，就是说这就是李瑞环写的。胡锦涛进来说，你胡锦涛你也不能低于一尊，我们反正就是大家讨论就是这样。
所以他现在把它拿出来，你看这把它拿出来讲，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意思就是说，讲给习近平听的，就是你不要在这个集中的这个领导，我们要集体领导，不要定一尊，大家互相讨论，个别酝酿，然后集中讨论的一个状况嘛。而且你刚刚讲的重点在你，如果连解放军都敢这样的放炮，对啊，那就是大事了。当然了，我们昨天不是讲吗？刘源不是上书吗？不论是他这个书是真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重点，那譬如说，你看当前的危机直接危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主要是官心不稳，军心动荡。那你看他说啥？现在的党政官员可以说是官怨沸腾啊，大家都对前途失去希望。官怨沸腾。好，再来就是说，至于部队的军心不稳，主要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啦。他说现在许多军官都上了膛的这个护身枪，每天都夜不离身啊，随时准备跟前来抓捕的人、调查人员鱼死网破，就算同归于尽，也不会沦于阶下囚受辱啊。所以呢，他里面讲了非常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文章都在这里面啊。他还讲说什么？我们做了一系列违背市场经济的政策，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大衰退了。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要进入所谓韬光养晦。他讲了，简单的说，刘远这一个文章里面，不管是不是刘远写的，目前为止显然是非常多中国党政军里面他们相关的想法嘛。他假借刘远的这个口，把它弄出来的一个状况嘛。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习近平本身是面临到非常大的内外交迫的危机。不知道，当10月1号。中国国庆的时候，这个晚宴上，突然温家宝出来了，李瑞环出来了，你当时就闻到不寻常的味道。你说这个真的要出大事？你当时就讲温家宝代表改革开放，而李瑞环代表了坚持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没有想到改革开放、集体领导，现在又变成了整个中国的主旋律。之前习近平搞的所谓的定于真，难道就没有了吗？更可怕的是，居然是解放军报直接讲带头坚持集体领导。还拿邓小平的话，邓小平讲，党的领导是党委集体领导，不是1个2个人的领导。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习一尊开的路线的领导方式，改成了这个集体领导，不是习一尊的时代了，没有习一尊了。不是，那习一尊的时代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了哈。然后你不是光看这几篇文章。你要看到其他所有谈到习近平的学习，或是有关的宣传文章，对，包括央视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最近这1、2个月来看起来的话，习近平说，或是习近平的文字出现的这个整个频率对，大幅度降低，所以它这个有一定的脉络可循啊。所以那今天如果说军报。解放军报用公开的这种评论版这种写出这种东西的话，大概这个路线就确定了。就要回到你刚刚讲的这个他们的中共的国庆日的当天的2个元老坐在旁边，也就是李瑞环、温家宝出现了。对，就是元老派有可能会出现来参与政务了，或是元老派的代表会出现了。元老派代表里面最具体的温家宝那个年代的时候，这胡锦涛是哪个？是团派嘛？团派，所以团派有可能会出来，团派的人士可能会是推断啊。但是我现在仔细看到的就很清楚嘛，他现在今年所采用的，包括昨天他的中央这个经济工作会议所采用的，要是未来的这个金融，或是他的他的整个采取这个财务要采取宽松政策嘛。这个是习近平时代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这就是温家宝路线嘛，对不对？那这个集体领导为什么特别要他把这个李瑞环放在那边呢？因为当年的时候就是胡温时代的时候，你记得江泽民有2年当了军委会的军委会主席嘛，他不放嘛，那不放的时候呢，那时候李瑞环就跟他冲突了。李瑞环的意思是说都老了，应该要让年轻人接班了。那李瑞环就提到。这个集体领导跟这个民主集中，当时就提出来这个概念，这是李瑞环提的。对，所以李瑞环坐在这个旁边有特别意义。对，就有这一段跟江泽民的这个斗争或是交涉的过程当中，那他的论述跟主张就是集体领导，也就是2个人，一个代表改革开放，一个代表集体领导，就代表这2个路线回到了党中央了。就是在今年的他的10月11的国宴上，已经看到这个味道出来了。那现在已经到12月嘛，12月份在解放军报啊，包括各战区的会议啦，都不断的出现这个集体领导的字样的话，大致上我认为方向已经定了。那方向定了之后，
那操作方式是哪些？是元老派在重新出山呢，还是团派出来，还是哪里出来？包括现在你提到的，你们刚刚有谈到的刘源，他的刘源上书，对，那刘源写的东西，刘源上将了，他是这个刘少奇的儿子，他是刘少奇的儿子，他的讲法是非常的直接啦，直接讲到说共产党现在有所谓的这个亡党危机的，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哦，因为你要注意哦，你要看分析两岸关系的时候，经常他就说啊，什么正式的报道那都套话，但是有的时候你看网络上出现一些文字，对，没有被删减。这个很奇怪，应该被删减的，应该被封网，没有被封闭，没有被封，没有被屏蔽，然后那个文字到处在乱窜，所以表示后面有一定的力量在推动某些事情，所以把这些蛛丝马迹拼凑起来的话，我觉得包括今天川普讲的话，对，他直接打电话邀请习近平到华府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也是个非常大的考验跟挑战啊。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刚刚世忠兄讲得很好啊，说习近平很难拒绝，应该反过来讲，在所有全世界的独裁国家里面的领导人都有一个特性，喜欢搞什么？喜欢搞个人外交，就是元首外交。所以习近平，你记不记得他的这个风华正茂、高光时刻，一天到晚出国啊，对，到处访问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到处访问啊。到现在这几年不去了，不是、这几年比较憋嘛。从 COVID-19 之后就比较减少了，因为场面，因为过去去撒钞票大撒币嘛，现在这个时机其实是一个考验哦。因为川普你不要把从负面解读了，从正面解读的话，如果真的是这些领导人物哈，他们是不甩这什么传统跟传统或规矩这一套的，他们都是反传统、反社会人格的嘛。所以，如果习近平真的答应川普的邀请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话，那这个世界大战的经济大战的第一场战争，就在他第一天就开始引爆，会整个改变这个世界的开始。好，刚才讲在刘源的这个所谓的上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你现在有一堆违背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就带动了所谓的经济大衰退。而这为什么刚才讲，为什么习近平现在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就是现在整个中国百病齐发，所以你刚刚讲的深圳最近一个天然瓦斯的爆炸，天然瓦斯爆炸就代表一个大楼，你想想，你这个是1坪300万的大楼，这么好的一个大楼，居然一爆炸，整个房子就毁了，你这个品质到底有多烂？更不用讲，你在北京有一个大兴机场，就是一个非常漂亮豪华的机场，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了游民收容所。对，没错。实际上，中国社会最近发生非常多奇怪的事，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是深圳一个大楼，这个豪宅发生个大火的这个状况。那这个豪宅一直不断发生大火，你看这个还有被拍到有一个女生坐在这个地方，然后甚至远方的看图案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往这个高楼往下坠的一个情形。大家想到那不过就是个高楼嘛，这个高楼有什么了不起的？宝姐，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太寻常嘛？第一个。这个高楼的所在位置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叫万象城这个地方，它是深圳的核心地带。核心地带的时候，你看每一坪要价至少在300万台币左右一个状况。你看这每一个人民币都是5000多万、5000多万、5000多万，也就是说它是豪宅中的豪宅区。对，你可以试想嘛，我这个本来长这个样子的。对，我这个类比或许大家可能我不是这个意思。它以前这么漂亮的房子，你可以想象说台北市最中央的一栋豪宅，要价上千万、上亿的房子。突然出现大火，而且大火都烧成那个样子，对，还有瓦斯爆炸，你觉得能想象吗？这个一个瓦斯爆炸会炸成这个样子吗？而且是深圳市区，深圳又不是小地方，深圳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的首善之区，发生这种事情，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在大兴机场，大兴机场也是一样啊，大兴机场，北京大兴机场是这个北京的门面，对，北京门面大概那么了不起的地方，它耗资了3600亿台币左右，花了4年打造，被称为叫做中国的新国门啊，就没想照理说你应该是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是往来啊，国际旅客，但问题是现在没有国际旅客，没有国际旅客，因为中国的人数大幅的减少嘛，他们只能够这个很少的人撑起来，但问题是它里面有这个洗浴中心啊，它洗浴中心有很多设备，怎么办？没人用啊，没人用。这个是中国的国门，这是中国的门面，这是北京最豪华的大兴机场。对，现在刚才讲的，我或坐或卧，还有人直接把纸板拿去当房子。反正大兴机场没人用啊，那我在那当地有非常多人，有农民工啊，对不对？大兴那个地方本来就比北京比较郊区的，我住不起北京的房子，那我来这个地方可以吧？没人管吗？
问题是你现在也没有人嘛，没有人也没人管，那么多人进来你也很难驱赶他们，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里面，因为这里面有什么，他们就口耳相传，这林园的洗浴中心啊，因为这里面过夜设施很齐全啊，因为中国要招待很多国外旅客，那弄得非常好啊，从躺椅、按摩椅，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活动沙发，应有尽有，然后还可以睡觉，还可以洗澡，所以他们这个索性就来这个地方，因为这都是免钱的设施啊，对不对？而且刚刚讲了。你如果说觉得站在这个地方都像流浪汉，对不对？不是哦，你看这个，你觉得他就是一般的妇女啊，她知道嘛，就是一般的中产阶级。他说没有，我们流浪来流浪去，流浪到这个大兴机场，对，觉得刚刚好，很棒啊！可以觉得那个女生是流浪汉吗？我跟你讲，这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流浪汉，有些人是说，反正我就在这个地方住也免钱啊，而且都夏天还有冷气吹，我如果在家里面，我还要花比较多钱。我就在这个地方洗澡也要钱，这个地方洗澡也不用钱。然后充电，它这边还有很多充电孔啊，我拿来我的手机在这边充电也没有问题啊。现在大家都来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口耳相传，大家都跑到这个地方来啊。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呢？简单来讲嘛，我就讲嘛，你看过去李克强说，你看每个月的收入就1000人民币左右，大概有6亿人。现在又有人出来讲了，这个中收入大概是3000人民币以下的，有9亿人嘛，所以显见中国非常多人还是活在可能还是这个生活还是非常困苦的地方，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国门明明应该是一个国家最有门，你可以试想吗？假设我们的桃园机场每天有一堆游民在那个地方洗澡，那边或躺哦，你觉得这个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来说，中国显然也出了非常多的这个经济上面的问题。好，所以提问，刚才太不可思议的是，大兴机场你去过没有？大兴机场你去过？那个是真的，中国花了3600亿，花了这么多钱盖了一个机场，被认为是北京的门面，现在变成了游民中心。那本来北京是首都机场啊，那问题是说他以为说北京未来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所以要收纳更多的国际观光客啊，对，所以才搞一个那个大兴机场等等之类。但是问题是现在整个北京的状况、中国的状况经济不好啊，所以那个基本上就变成烂尾楼的那种概念，这是烂尾楼，变成烂尾楼啊，所以是基本上呢，首都机场就可以负荷了嘛。所以现在会说回来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来哦，习近平2任任期到现在第3任任期哦，他一直在改变一件事情。过往来讲，本来邓小平、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后期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从邓小平开始，他们就确定说因为不要一个人这个所谓的崇拜主义啊，也不要由一个人来做决策，所以搞这个所谓的确立了所谓的集体领导，一直到现在。结果习近平他搞了什么？搞了20多个小组，每个都当小组长。所以他们当小组长的时候，就是什么？把权力全部集中在手上。特别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2014年的时候，他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哦，他自己当主席，其实就是什么？就想要变成类似总统制的概念。结果没想到自己的能力不够嘛，所以一直搞到现在来讲的话，整个中国大陆没办法跟美国对抗。然后现在美国大刀要砍下来的情况之下，怎么办？他自己也会害怕啊，我怎么做都怎么错，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开始有一些呼声了，就回来了。但是我们要讲到一个问题啊，就说他第3任任期的时候，照道理讲，集体领导的概念是所有的那些常委啊，基本上都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但是问题是，他这一届的常委全部都是那个都是他小弟的，对，他全部都是他小弟、小他秘书，那怎么来集体领导啊？所以当然有一个温家宝请出来啊，李瑞环请出来，这个概念来讲的话，是不是习近平愿意分权出去？你温家宝系统的、团派系统的、李瑞环这边的，或是过往来讲的话，其实过往这个胡锦涛啊、江泽民等等这些大佬，你们自己有自己的子弟兵，是不是以后都会进到这个场域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关注的，接下来就是什么21大的那一个所谓的人事安排啊。对，因为那个人事安排涉及到就4中全会，对，到底他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到底是现在真的大家都在喊说集体领导要回来了，那他愿不愿意放权出去的问题啊？如果他不愿意放权，那就是斗争哦。那斗争的情况之下，内部来讲的话，一定会什么？那习近平自己拉拔了子弟兵，跟那些外面的那些所谓的要进来的，就开始斗争了嘛。那这个时候换届就是这是什么？最危险的时候。可是最关键是你每次在斗争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什么？你一定要抓枪杆子。是，可刚刚讲是解放军报，解放军报的8·1评论讲。我们要坚持集体领导，关键就是解放军反了。关键就是在军方已经就是提出这个倡议，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过往的集体领导，这样才不会真的有出错。因为集体领导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单一决策的话，当然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这时候才能避免灾害的发生嘛。那这是不要陷入一个所谓的团体决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所以照道理讲啊，如果解放军报都已经开始发出这样的声音来讲的话，我相信。中共内部绝对现在有一些问题存在了。好，玉凤，刚刚另外一个就是川普居然透过 CBS 讲说，
我现在我1月20号的就职典礼，我就已经要邀请了习近平。当然有人讲说，这是兄弟嘛，旁顶嘛。但有人讲说，我根本当谁喊的，你赶快来谈。但更关键就是现在川普已经迫不及待，我要执行我总统的任务。而我在上任总统的第一天，我就职第一天，我就要跟习近平见面，代表我要跟习近平谈判。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你说，搞了半天，在这段时间里面。我透过以色列，我已经把中东完全搞定了。我现在透过这个南韩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危机，北韩完全不敢蠢动。那如果南北韩不敢蠢动，如果你今天的中东已经稳定了，你的叙利亚已经断掉，那代表什么？代表了俄乌战争，俄罗斯也不能再蠢动了。对，这个时刻我就可以好整以暇的来对付中国。而整个以色列更可怕的是，他已经占领了戈兰高地。我占领了戈兰高地，我就已经锁住叙利亚的咽喉了。对，现在以色列来讲的话，它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就把它的坦克车全部开到大马士革的附近。很多外媒报告说，它已经靠近大马士革20公里。结果呢，以色列说没有，但是他到哪里了？他从以色列上去之后呢，到了黑门山。黑门山在戈兰高地那边已经距离大马士革40公里。哦，人家说你在靠近20公里，你说没有，结果算出来你靠40公里，40公里代表什么概念？黑门山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高地，他把在叙利亚的制高点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呢，我对你的首都大马士革就40公里，这代表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敢跟笑，我的火炮直接就打过去，而且40公里。所以你说我在戈兰高地这个黑门山的地方，对，整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都在我的火炮射程范围内。没错，这里是哪里？这里就是黑门山，而这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就在这里。这40公里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的防空炮火是来不及的。40公里是一瞬间，砰！所以按出去你就到了。我右打叙利亚，左踢黎巴嫩。没错，所以呢，你现在讲说，很多人讲说，那个地方是缓冲区啊，你以色列赶快退出去。进去之后哪有退出来的道理？没有退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可以卡住之后呢，包括黎巴嫩，包括叙利亚，甚至在其他的周边国家，我可以在一个制高点弄一个防空阵地。而这防空阵地，只要我把雷达放在这边之后，你以后想要做这些防空炮火，你以后想要这个无人机来袭击我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如果这个以色列已经进到叙利亚，对，代表什么？这代表俄罗斯你再也回不到叙利亚了。没错，那为什么大家就想说奇怪？你为什么俄罗斯？难道你在这地方有空军基地，有 Taurus 的一个海军基地？难道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吗？空军基地在这边，海军基地在这边，结果没想到大家回头去看这个空军卫星图的时候，发现，原来人家反抗军进来的时候呢，你不是去抵挡，你是36计走为上策，酸俄罗斯的军队，不管你的海空军全跑光了。没错，原本在这个 Taurus 的这个海军基地，原本有2艘舰艇，而这2艘舰艇，人家被发现说，人家打进来的时候呢，你不是去抵抗，而是你先跑到外海去，所以呢都不见了。所以其他的地方都是离了大概13海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他做一个观察，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他根本在普里格金之后呢，他们这些俄罗斯的驻地的官兵，他是没有能力打仗，或者是他根本不愿意打仗，或者是他根本就觉得说这是你叙利亚自己的事情。而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他根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心力来再打一场战争，因为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我根本保不了叙利亚了。刚才讲的，现在本来对叙利亚对俄罗斯很重要。如果我把叙利亚拿下来，我把中东拿下来了，未来俄罗斯再也回不到中东这个领域里，他的这个权力就会上升很多。但你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另外一个是南北韩。现在你有注意到，南韩的军官、南韩的国防部基本上都已经空虚了。他的这个所谓的陆军啊，他的国防部长还要在这个所谓的监狱里面亲生。你要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北韩侵略的大好时机吗？就发现北韩连话都不敢多说，他的什么动作都不敢做，动作代表真正是北韩吓死了。大家每次看韩剧或者每次看李春基的一个电视，然后就觉得说北韩随时要冲破38度线，随时要把这个南朝鲜给抓下来。可是呢，现在这个时机不是最好的时机吗？你想想看哦，金荣显他已经主动辞职之后呢，被拘留以后，在这个监所里面，他竟然拿他的内衣裤想要弄一个绳结，想要想不开，当然被救了下来。但是金荣显他现在来讲被拘留的情况之下，你看哦，还有其他的地方。首都的防卫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反间谍司令部、情报司令部，这些全部主管全部都被抓走了。现在，他们要有做一个图，也就是现在的整个南韩哦，处于一个军队的权力真空状态，连他们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就说，我现在的军方到底谁做主？我现在军方的对口单位是谁？现在没有，一团乱。其实我觉得最妙的是，在整个南韩军方一团乱、完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
结果南北还没有任何动静。对啊，现在来讲的话，现在不就是你收复南朝鲜的最佳时刻吗？不就是李顺基你讲的伟大的一个时刻吗？可是完全没有人动。你不是把南韩当成一个敌对国家吗？这些我们刚才讲的，不这些首都防卫啊、特战反司令啊、情报侦缉部，它这些都是对付北韩最重要的一个部队。而这些人现在的主管都不在的情况之下，甚至参谋总长也不敢随意调动军队的时候，你既然不敢这时候发动战争，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根本没有这个底气，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这个胆识来发动战争。